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震撼我的真实案例，关于一位来自东北的女孩远嫁台湾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，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婆媳关系的认知。作为一名从事婆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婆媳关系的纠葛。可是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，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故事的主人公美惠是个东北姑娘，今年26岁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是一名淘宝模特，那颜值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。美惠从小就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，她爸妈都在银行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家里条件不错，她上头有个大她4岁的哥哥，下面还有个小她3岁的弟弟，兄弟俩现在都在银行工作，都是爸妈托关系安排的。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在东北也算是中上等家庭了。说起美惠认识她现在的老公俊宏的经过，那真是缘分使然啊。俊宏是台北人，35岁，在台北开了一家电子厂，事业有成。虽然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修成正果。这个男人特别有意思，明明很优秀，却特别低调，性格温和，特别会照顾人。两个人是在一次商务考察团的活动中认识的。当时美惠作为模特代表参加了一个跨境电商的交流会，俊宏也在那个会场。那天美惠穿着一身简约的职业装，站在展台前介绍产品，那气质，那谈吐，直接把俊宏给迷住了。可是刚开始的时候，这对璧人的感情之路可不怎么顺利。美惠的父母特别担心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害怕台湾人瞧不起大陆姑娘。而俊宏的父母呢，也是各种顾虑，担心大陆姑娘是冲着钱来的。哎呀，这种刻板印象真的害死人。美惠自己也很犹豫，她担心这段感情会不会只是一时兴起，毕竟两个人的文化背景差异这么大，会不会相处起来特别困难。再加上以前听说过一些陆配在台湾生活得不开心的故事，她心里也没底。但是俊宏这个男人特别有耐心，慢慢的打消了美惠的顾虑。他经常飞到东北来看美惠，每次来都会给美惠父母带当地特产，遇到节假日还会给美惠的哥哥弟弟发红包。就这样，用真诚打动了美惠的全家人。经过1年的异地恋，两个人终于修成正果。美惠决定远嫁台湾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叮嘱她，丫头，到了那边一定要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，特别是跟婆婆相处的时候要多留心眼。没想到啊，这姑娘嫁过去没多久，就给我发来了好多感慨。她说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台湾的婆媳关系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婆婆简直太开明了，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传统婆婆。这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接下来的故事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还不太相信美惠说的话，毕竟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婆媳关系处理不好的案例了。可是听完美惠的亲身经历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婆媳关系还可以这么相处。美惠跟我说，刚到台湾那会儿，她特别担心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有诸多不便。在大陆，咱们经常听说婆媳同住容易产生矛盾，可是她婆婆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，简直就是开明婆婆的典范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婆婆特别注重隐私和个人空间。美惠兴奋地跟我分享，我跟俊宏住2楼，婆婆跟公公住1楼，2层楼都各自有独立的厨房和客厅。婆婆说，这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相处起来才不会有压力。最让美惠感动的是饮食方面，要知道，美惠是个东北姑娘，从小就爱吃面食。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她还担心自己适应不了那边的饮食习惯。结果她婆婆知道后，特意去学了几道东北面食。婆婆说，我们东北人喜欢吃面，她就要学着做。美惠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。有一次我随口说想吃手擀面，第二天婆婆就找了一位在台湾开东北饭店的阿姨来家里教她擀面。你说这样的婆婆让人怎么不感动？不仅如此，美惠的婆婆还特别尊重小两口的生活方式。平时除非小两口主动邀请，婆婆从来不会贸然上2楼，就连帮忙收拾衣服这种事，婆婆都会提前打招呼。美惠说，婆婆总是说，你们小两口要有自己的空间，我们老人家不能过分干涉。有一次，美惠感冒了，婆婆煮了热粥送上楼，
可是她没有直接进房间，而是在门口轻轻敲门。美惠啊，阿姨给你煮了粥，你要不要喝一点？美惠说她当时特别感动，婆婆这种细微的尊重让她觉得特别温暖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美惠说她婆婆特别会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有一次，美惠想在家里开直播带货，婆婆不但没有反对，还主动帮她布置直播间，甚至自己掏钱给美惠买了一整套直播设备。婆婆说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很好。美惠说到这里的时候笑得特别开心，她还经常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送水果点心，有时候还会在直播间刷礼物支持我呢。记得有一次，美惠在视频里跟我抱怨说自己想家了，特别想吃东北的酸菜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婆婆就让俊宏带着美惠去了台北最大的超市，专门买了一些东北特产。不仅如此，婆婆还主动学习东北人腌制酸菜的方法，打算自己在家腌制。说到这里，我真的被这位台湾婆婆的开明和包容打动了。这种理解和尊重，不正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相处之道吗？当然，美惠也说了，台湾婆婆们都很注重边界感。说到边界感这个话题，美惠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。她说在台湾，婆婆从来不会过问小两口的经济状况。俊宏每个月给父母固定的赡养费，但是小两口赚多少花多少，婆婆一概不过问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美惠说，有一次我网购了一个比较贵的包包，正好被婆婆看见了，但是婆婆不但没说什么，反而夸我有品味，还说年轻人要懂得享受生活，这要搁在大陆，不得被说几句败家啊。不仅是消费观念，在教育理念上，美惠的婆婆也特别开明。美惠说她和俊宏打算以后要个女儿，婆婆听了特别高兴，说女孩子好啊，到时候你们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，我们老人家绝对不干涉。这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。在我们大陆，很多婆婆都恨不得把孙子孙女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，恨不得事事都要插手。可是美惠的婆婆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定位。婆婆常说，她那一代的教育理念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孩子了。美惠说，她说等我们有了孩子，她最多就是帮忙带带，但教育方式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。不仅如此，在家务分工上，美惠的婆婆也很有一套。她从来不会要求美惠必须做什么家务，而是鼓励小两口互相配合。美惠说，俊宏现在可能比她还要擅长做家务，这都是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。俊宏说，他从小就看着爸爸妈妈互相分担家务。美惠笑着说，所以在他们家根本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观念。婆婆说过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事业，家务当然要一起分担。有意思的是，美惠说她婆婆特别注重年轻人的二人世界，每个周末婆婆都会主动提醒俊宏带美惠出去约会。有时候俊宏工作忙，婆婆还会说，你要多陪陪美惠，不要总是工作的，感情是需要经营的。记得有一次，美惠和俊宏计划去垦丁度假，婆婆不但没有说什么，反而主动帮他们收拾行李，还塞给他们一个红包，说是要给小两口添置度假用品。这种为小两口着想的心思真的让人感动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美惠说她婆婆特别会站在媳妇的立场考虑问题。有一次，美惠想回东北看父母，婆婆立刻就让俊宏订机票，还特意准备了很多台湾特产让美惠带回去。婆婆说，远嫁的女孩子不容易，想家是人之常情。美惠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她说，我是家里的女儿，也是他们家的女儿，让我一定要经常回去看看父母。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大陆的婆婆。说到大陆的婆婆，我这些年见过太多婆媳矛盾了。有的婆婆事事要管，从买菜到带孩子都要插手；有的婆婆总觉得儿媳妇做什么都不对，动不动就跟儿子告状；还有的婆婆把儿子当成私有财产，见不得儿子对媳妇好。但是美惠的婆婆完全不一样。有一次，美惠感冒了，俊宏推掉了一个重要的饭局，在家照顾她。婆婆不但没说什么，还夸俊宏懂得疼老婆。她说，女人嫁到夫家不容易，你要好好珍惜美惠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美惠说，有一次我和俊宏因为工作的事情吵架了，婆婆知道后不但没有偏帮俊宏，
反而开导她说，美惠为了你放弃了在东北的工作和生活，你要多体谅她，这种大格局真的让我特别感动。美惠说，她婆婆特别喜欢请她一起去逛街买衣服，不过每次逛街，婆婆都会事先问她有没有时间，从不会强人所难。逛街的时候，婆婆也不会对美惠的穿衣风格指手画脚，反而经常夸美惠会打扮。有时候我穿的比较性感，婆婆不但不会说什么，还会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该这样。美惠笑着说，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要是有现在这么多漂亮衣服，她也会好好打扮的。在饮食习惯上，美惠的婆婆也特别包容。台湾人习惯吃清淡的，但是美惠喜欢重口味，婆婆就特意在厨房里准备了2套调味料。煮菜的时候也会特意给美惠单独做些重口味的小菜。婆婆常说，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，没有对错之分。美惠说，她不但学会了做东北菜，还经常让我教她新的菜品。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经常能看到东北菜和台湾菜同时出现，特别有意思。最让美惠感动的是，婆婆特别注重她的职业发展。知道美惠想继续做淘宝模特后，婆婆不但支持，还主动帮她联系了台北的几个摄影工作室。现在美惠在台北也开始接一些模特工作，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婆婆说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。美惠说，她觉得我做模特挺好的，还经常在她朋友圈里帮我宣传。有时候我接到好的工作，她比我还要高兴。记得有一次，美惠接到一个内衣广告的工作邀约，本来还有点担心婆婆会不会觉得不太合适，结果婆婆知道后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模特不就是要展示美吗？只要工作正当，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。这种开明的态度真的让我感慨万分。在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里，见过太多因为婆媳关系而破裂的婚姻了。可是美惠的这个案例却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幸福。美惠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。以前总觉得婆媳关系处理起来特别难，可是我婆婆用行动告诉我，原来婆媳之间也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。最近美惠告诉我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，她说疫情好转后，婆婆特意张罗着要带全家去东北玩。婆婆说，我们要去看看美惠长大的地方，也让她家人放心，知道美惠在台湾过得好。这让我想起美惠刚嫁过去那会儿，她爸妈还特别担心女儿会受委屈。现在每次视频，美惠爸妈都夸她婆婆开明大度，把美惠当亲女儿一样疼。美惠说，她妈妈现在逢人就夸，我们家闺女找了个好婆婆啊。其实我现在明白了，美惠说，婆媳关系之所以会产生矛盾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互相理解和尊重。我婆婆总说，她也是从年轻媳妇过来的，所以特别懂得媳妇的心情。美惠还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很多婆婆都特别注重与媳妇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她们认为给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和自由，才能让感情越来越好。这种相处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说实话，听完美惠的故事，我感触很深。在我们传统观念里，婆媳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天然的矛盾体。但是美惠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双方都愿意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，婆媳之间完全可以成为亲密的家人。现在每次有人来找我咨询婚恋问题，特别是担心婆媳关系的，我就会讲讲美惠的故事。我希望通过分享这样的正能量故事，能让更多人明白婆媳关系没有那么可怕，关键是要学会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。就像美惠说的，其实婆媳关系真的不难处理，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包容的心。我觉得我特别幸运，嫁给了一个好老公，还遇到了一个开明的婆婆。在台湾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特别幸福。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故事。希望美惠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，也祝愿天下的婆媳都能像美惠和她婆婆这样和睦相处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